注意！床下传出声音时要去查看。凌晨4点，我被床的震荡惊醒，好像有人在床下蠕动，试探的要爬出来。我想起规则第3条，床下传出声音时要去查看。我不确定这条规则是对还是错，只能赌一次。我缓缓探下身子，朝着黑暗狭窄的床底看去。然而我赌对了，床底空无一人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此时手表亮起了红灯，有人违反了规则。死亡回放中，一个年轻的女性参加者，她听到响动后，害怕的用被子盖紧身体，不敢去看床底。结果床底伸出一只血色的手臂，瞬间将女孩拉了进去。游戏第3天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我打开房间的门，门外站着面色苍白的哥哥，他说话的语调冰冷。妈妈做好了晚餐，我们一起下去吃吧。走下楼梯时，面前的哥哥转过身。第3天了，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。外面的暴风雨不会停歇，你也不会离开这里，除非……磨磨蹭蹭，饭都冷了。妈妈嘹亮大吼打断了他的话。哥哥眼中闪过恐惧。饭桌上，妈妈做的依旧是黑暗料理，端上了绿色黏糊糊的粥。爸爸不在家，而是多了一位陌生的面孔。我想起了第4条规则，家中多出陌生人时不要看他的眼睛。小将你真不懂事，你们班主任特意过来看你，你连句招呼也不打，头也不抬，别人和你说话，你要去看他的眼睛，这是最起码的尊重。妈妈生气地走到我身后，阴冷的感觉随即袭了过来。万间的手表震动起来，神秘的发信人再次发出信息提醒，第4条规则是错的。我手脚发凉，在班主任扭曲地站起身时，我立即抬起头看他的眼睛。班主任又重新坐回了位子。吃过晚饭，在妈妈收拾碗筷的空当，我悄悄在哥哥的旁边坐下。你真的能带我出去吗？他扭过头，苍白的脸上没有表情。你相信我了吗？你想7天后离开这里，要按我说的去做。第7天的晚上，我带你离开家。我手心冒汗，总规则写明要在家里待满7天。他说的话和规则违背，我能相信他吗？这件事风险太大。回到卧室，观看直播的网友都在讨论哥哥说的话，这家伙能相信吗？这样做是不是就违反规则了？哥哥长得挺帅，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。我拿不定主意，脑子胀得发痛，不久便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第7天了。突然，客厅里传来诡异的叫声，接着哐当一声，有东西被撞碎了。家里出现入侵者，我警惕地走下楼梯，在没有灯的客厅紧张搜寻。突然，有个东西敏捷地跳上桌子，轻轻地对我喵了一声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只猫。我刚要抚摸它，脑海里突然想起了第6条规则：家中出现流浪动物要立即投喂。我站起身，在客厅里焦急寻找食物。桌上柜子里空无一物，只剩下门边的冰箱。但第5条规则明明是冰箱的门不可以打开，很明显2条相悖的规则必然有1条是错的。我缓缓握住冰箱冰冷的把手，手指不停地发抖。冰箱门拽开，里面只有1个罐头。我打开后放到流浪猫面前，它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，而我倚靠冰箱滑下身体。此时手表红灯最后一次亮起，视频里传来惨叫，幸存者只剩下我一人。7条规则用完，我瘫倒在地上，情绪癫狂的扭曲大笑。我赌对了，我赢了。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没有笑完，哥哥不知何时走到了我面前，他伸出手准备拉起我。走吧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里。突然，妈妈挡在了我的面前。小将，你要是敢离开，你一定会输的。妈妈边说着边摆出一副凶狠的表情，像是下一秒就要生吞了我。我反驳道，是不是就算在这里待满7天，你们也不会放我出去？妈妈听完并没有做出回答，只是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，像是默认了一般。于是我便在哥哥的带领下走出了房门。结果下一秒我就愣住了，因为房门外连接的是另一个相同的房间，根本就走不出这个世界。甚至我再次看到了那个露出诡异笑容的妈妈。小将，你输了，你违反了2条规则。我诧异的回想，明明只违反了走出房间这1条，为何他会说我违反2条规则？我不假思索，直到看见了哥哥诡异的笑容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在被妈妈即将拖入黑暗前，我四处翻找东西想要逃脱，无奈之下只能用智能手表给自己的手机号码发了一个消息：规则第7条，不要和哥哥交谈是错误的，不要相信哥哥的话是正确的。